高能一辈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博远。没有，那天回来以后，我说实话有点害羞，然后再加上有2位哥哥不是在拍戏嘛，然后我就没有去拜托我们那位就是认识 MIC 的那位经纪人再去联系他们，说等到过完年差不多，但是也只是嘴巴上自己这么想，并没有跟对方同步这件事情，但希望能够把那张专辑签名集满。其实我觉得可以等一下，因为我家还有一张他出道的那张，我把那张再拿回来，就要签一次都签了算了。对于我4年前的我来说，那时候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哇好羡慕啊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好远好羡慕，哎我这种机会对我来说肯定很渺茫啊，我就先喜欢唱歌跳舞就继续练习就行了，以后做点相关的就是可以唱歌跳舞的工作就可以了，就当时会这么想。所以你现在每天醒来睁开眼睛告诉自己哎呦，就觉得很神奇的。但是你们不会觉得就是其实到那个之前比赛后期啊，自己的实力还有自己的努力啊，包括自信心都有慢慢的障碍，然后不会觉得自己其实我是有。前面你看老师你前面说自信心啊，还有给大家看到的能力啊，这些我承认都是自信心确实比刚上岛的时候提升了很多，然后业务也确实被更多人看到，也得到了专业的老师的认可，很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不到最后1秒我都不敢去下定论的，因为有太多这种时候了，所以就是不到最后1秒都不要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就觉得啊这次可能到这里，这次可能到这里，这次到这里也挺好的，心里就这么想。就感觉你就是感觉有点阿甘正传的态度，但他的那个角色里面，他是不会告诉自己说哎这样就可以了，他自己尽全力，他不知道自己可能被辜负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或怎么样，他不知道的。我知道很多结果可能不如我的期待，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说把自己就是钝感多一点，降低一点，模拟出阿甘的那个心态，自己就会怎么说，你是鱼，你不在水里，那你假装自己在水里就会舒服一些，这样感觉。就是说如果能够成功当然很好啊，对，那我也接受这样。对，你要告诉自己要接受，因为我才20几岁，对吧？还有时间。其实那个展览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做这个工作都没想到自己能有资格办展览，对吧？你想嘛，因为当时的特殊的环境，所以才促成了这样的，只能以这样的形式去跟喜欢我们的人们分享我们最近的一切。对，其实去了以后发现，哎，好像也蛮有一番别的味道的。当然那个衣服确实有点味道。然后我们去看我们的那个穿过的衣服呀，最近的作品的展示啊，还有我们的周边放在那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是我们是一个人埋着头在向前冲，但是你转身以后会发现，哎呦，已经有很多时间的怎么说印记在这里展现给别人，像一个时光墙一样的，还觉得挺开心的。虽然那可能就是过去1年的东西而已，但是觉得哦，好多，原来自己1年做了这么多事情，对，很开心。对于 Into One 这段经历来说，那是蛮近的了，还有99天。但是我感觉我老在告别，跟一帮男生分别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感觉好像每2、3年就会面对一次，所以还可以。对你来说，告别这种词，会造成你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情绪的话，提醒自己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有感伤的？有，肯定有，感伤肯定有。但是感伤同时还有很多要做的，迎接下一个阶段的情绪的准备，所以留一点给感伤，留一点也给迎接新的开始的那种心情嘛，就不能全部拿来感伤。那就是你们私下会聊到这段内容？会的，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情绪的，有不想告别的，有会担心自己不知道未来单打独斗的时候应该怎么走的，然后也有面临有更多新的选择的成员，所以聊的时候会很冷静的去想这个事情，没有很多这样的谈话氛围是关于感伤的了，就是都是理性的去想怎么迎接，反而更重要。其实工作人员多多少少平常会耳濡目染的让我们知道前3个团他们在告别的时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还有大家的心态这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听多了以后也会知道，哦，这个时候的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会让自己更坚强，告别的更怎么说顺利，
也让大家就是怎么说，让大家满意的和大家拜拜的同时，也要照顾到自己的情绪。那你有看过大家对你们团的评价吗？很多很多很多。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词？吵，真的很吵，非常吵。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就给我们团一直私下叫 Into Loud， 但是这个吵呢，侧面也印证了大家就是真的是元气满满，尤其是那种拍摄到半夜1、2点到点了更吵，就是过了那个困劲儿以后，所有人都嗨到不行，哇，元气满满的 Into One。我们录那个河南卫视春晚的那个热血为墨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拍摄的环节，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剪进去，是让我们每个人用一个斗笠盖住脸，唱的时候把斗笠掀开然后盖上。在准备的时候，我拿那个斗笠，我就哈哈哈，突然他们说了什么我就笑了起来，但那个斗笠其实是不透风的，就刚笑完那个声音就朝我自己扩大了，反了回来，我一瞬间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很吵，我的笑声非常吵。我能感受到派派平常在我旁边，他的这只耳朵应该遭受的压力挺大的。那还有大家就说你们是不是沙雕啊？这我们这个团吧，一开始其实抱有初衷的是说，希望外国成员能够在这2年里面更快速的融入我们就是被大众更接受的文化氛围，所以经常会给他们看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看多了以后，发现确实他们很嗨，我们也很嗨。越看越多，最开始的就是周柯宇的花手，再后来像林默啊这样的就是短视频爱好者，一天就会翻，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好笑，然后一堆人就在那里就开始了。确实我从给外国成员看土味视频的反应上能感受到为什么土味视频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它就是能给大家带来欢乐，能够让大家卸下压力的，我觉得非常棒，拉近我们的关系。自己是煮那个知名的很辣的那个泡面，这有天晚上是排练啊，是干嘛？很晚回去，我就想说煮个那个辣的泡面吃。看到周柯宇跟林默坐在楼下说你俩吃吗？随口问一句，我以为他俩说不吃，吃。我说好。然后那天吃的很开心，他们两个人。所以你们也是深夜会炫碳水的那种？会，因为那天排练太累了，就是吃饭是下午5、6点嘛。但是排到12点1点，你再回到宿舍2、3点，你算下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有6、7个小时了。对，就是一顿饭的时间了，太饿了。那你作为就是贵州嘛，贵州基因，然后辣加碳水这个东西应该是你的最爱。现在的我来说，胃口变化很大，只有在很累的时候会想吃碳水，还有辣椒。但平常的话，现在就是顿不离小白菜或者是菜心，很喜欢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个菜心那个菜根好香啊，好甜啊，只要是白灼的淋酱油，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你们谁最喜欢你的厨艺啊？好像没问过他们，你们喜欢吃我做的饭吗？也奇怪吧。我觉得他们吃了以后不说难吃，其实这种评价就已经很高了吧。因为你想想，如果在家，哇，你做的菜好难吃好咸啊，只有真的难吃他会喊出来，如果没有说出来，默默在那里吃，那就觉得还不错了。应该都会光盘吗？谁会比较快光盘？我吧。因为在宿舍的做饭的氛围不是做一桌的，顶多会炒一个菜，比如今天炒了个牛肉怎么样，而且人一多分一分就没了。对，但我自己应该吃很嗨，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做菜难吃的。不是说那个时机，成团之后变更实际，是感觉以前做训练生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行业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多角度，可能想象中的就是拍摄加舞台，就这些嘛。但其实，在 Into One 之后，方方面面的对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有了很多的接触或了解以后，会发现，原来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按你想象的来的，对吧？这个世界那么大，大家都有自己的责任和职位在这个工作里要做的，所以你真的只能做好你当下手头上给到你的工作，或者是说你想争取且你能完成的工作。尽力想说，我是这个工作大环境里的一份子，或我是 Into One 的一份子，我是挖机的一份子，我是腾讯的一份子，那我就先做好我这个范围内已经有的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能够够到的，我能不能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我能够到且我能完成好的，做好这些以后，剩下的就看这样的工作结果能带来什么化学反应，然后呢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啊，或更多的改变出现。这个时机，你如果没有学过心理学的话，你这些讲的其实就很符合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心理学，其实这样的想方法是因为有一个以前做老师有个软件就思维导图，你知道那个软件吗？因为那时候写提纲是需要一个大提纲以后要分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想问题的时候会这样想，大家就能 get 到更快一些。面对人多的观众这件事情，我很容易紧张。人一多了以后，现场就会有很强大的能量场在你周围。在场的几千双眼睛，你可能看不清他们脸，但你就能感受到一股很强的能量从四面八方夹着你。在这个状态下，要很自如的去展现你在练习室里能有的50的状态，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正常发挥了。所以我现在比较就是紧张的是这个。那有没有想过以后可能会开几万人演唱会呀之类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一开始我要说我实际一点呢？就是想开，但是呢，首先你先要克服的事情就很多。首先你要怕人多，首先你要准备好自己。你在练习之前准备好了200再说吧。你到了面对这么多人的时候，你就能有180的展现。对，当然想开。杭州那个体育馆一直想去，几万人呢。大家很吵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不是跟大家一起吵？我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吵？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就是自己应该是蛮容易 emo 的人，会先去想原因。你是个哲学型的人格，是吗？对，你有没有做人格测试？做了，这2天做了。我本来还不确定的 INTJ 还挺像的。像吗？本来是 ISTJ， 后来发现不对，然后就重新测了好几次。INTJ。压力2022年是我第一次有一个人的舞台，就是做这么久训练生到现在为止，压力超级有到就是内搭都会被汗浸湿的程度。最好的舞台，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个人舞台嘛，特别的话就唱得非常的不好，就太紧张了，紧张到整个人声音都在颤抖，而且又是直播。然后后来第2天切换到冒险计划啊，对，这里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说的那种能量场，就是那天是没有观众的，但是那个场地就是彩排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就要跟他熟，跟那个地方熟到第2天才熟，幸亏有2天，然后第2天就很自在。但是后来同一首歌后来陆续有机会再演的时候，中间隔的那段时间就会去找时间去钻研上一次到底失误在哪里，然后下一次的时候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你不会再犯的一个肌肉记忆的那种感觉。那个当时我们有个很大的氛围是大家都沉浸在冬奥的欢乐当中，我们也有机会去参加滑雪的综艺，所以就当时很开心的是学会了滑雪。单板滑雪比双板还简单，单板和跳舞有点像，双板我是真的我不行，双板感觉我左右脑分家了。那你单板现在技术到什么程度？我去年滑完雪到现在再也没去过滑雪场。去年的程度就是把路边的那个赞助商的旗子全部撞倒。就因为有了那样的记录，然后再后来别人就没有注意到你滑得很好的时候。后来其实滑我觉得蛮顺的呀，就是我下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刹车啊什么的。不可以拍个那个小视频吗？也不用，我觉得会失手，会翻车。那失手也是很好看的。不用。弹幕很喜欢。我不喜欢，他们开心就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新的世界的大门啊？那个上次在朝阳打歌中心送出去的那个鸡辣椒，但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做这个东西。就是去10万啊，或者是去前辈老师们很多的节目的时候，你不会担心太多需要以后就是长远发展的这个团队的要说的话或怎么样，不用想那么多东西。你在 Into One 要考虑到这些，所以在10万啊，或者是说在其他有前辈很多的场合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的是给大家带来欢乐，或者是说不用那么去想说我们的话语之间能不能抛梗接梗，你只要去听他们在说什么，你接住梗就好了。之前不是我们比赛的时候给你做那个采访，你有看过吗？看过。当时大家就对你说的那个彩票的那个理论，还有就是人生就像切片面包的那个。假如说你是一个期望能够买彩票中大奖的人，你可能只买了大概10几20张彩票就中大奖了，你肯定很高兴，对吧？但如果你买到快倾家荡产了，你再中大奖，你可能心里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复杂的感觉，就有点这种感觉。那个是灵光一现，对。你当时问的问题，我想了一下，也只能通过比喻来回答。对，如果用自己的话来直面的话，还有歧义。那你现在觉得就是说买彩票你有开到大奖吗？不叫大奖吧，你买彩票也有中过5块10块20块几百块的那种奖嘛，
那种倒是经常开到。就是那个超神领主的主题曲，这个合作机会其实是在2018年在上海认识的录音师介绍的。然后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彩蛋惊喜，对吧？但我会以为是一次性的嘛。但这次合作之后，你看这首歌多了这么多舞台，这首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然后排名还不错，也感谢大家支持，然后就会有了下一次的合作。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说是大奖。它是，但是你但大奖后面还有个更大的奖，所以我只能把这个奖想成它是一个很小的奖，因为我要相信以后还有就是更大的奖那种感觉。你现在有没有更新的一种感觉？就觉得你现在的状态非常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整个人，我要怎么去说这个事情？就是之前有人问过我说，你平常每天把时间都放在训练上，如果没有舞台给你呈现，你会不会失落？也经常有人问这种问题。但是我那时候我给了个回答，我说我起码还有20几年时间，我这个腿脚都是利索的，我还有上台的可能。如果你要说，如果对当下的这段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还像不像买彩票这样去想的话，其实你把我在 Into One 这个团里的这个身份是一样的，缩短来看，就是把它那个视线往高来看 ，Into One 也好，或者说我做这个工作也好，它还是只占我人生的时间线，你不能说是一小部分。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去看的话，它只是我这个人的一面，对吧？我还有很多不同的自己。彩票这样的带有运气的，可能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这样，是需要一些运气，对吧？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除掉这一份的自己以外，那面对工作人员、面对家人、面对同学，那要的更多的其实可能就是真诚。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尽力去完成好就是我说的实际点的东西，你别人对你的期待这个其实都不算了，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好，我做到那里以后，那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值得相处的人，你是一个值得让别人有问题需要和你交涉的时候，你是不会让别人心里有起问号的人。对，那面对这样的时候就要的就不是运气了，要的就是真诚。你自己其实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不停的在学习。这个东西没有上限的。你看做这个工作有这么多比我优秀的人，我只是运气很好的是平常的生活、平常的训练，或者是做这个工作的点点滴滴，有采访、有镜头记录下来被大家看到。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对自己要求都在自己心里来说都不会低，但是你看比我厉害的人，他一定对他自己的要求比我对我自己还要高。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一个上限的，而且对自己狠一点，或者说对自己期待高一点，就肯定没有坏处的，对吧？你就是把自己拧得紧一点以后，你放到哪个环境里面，你都会让自己自在一些。你觉得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会觉得自己已经是比较从心所欲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到那种就是只需要担心你跟这个新的场地、新的工作环境需要花时间磨合，其他的都不用担心问题出在自己身上，那就差不多。我想象自己就跟白龙马或者是沙僧一样的，身上带了很多东西的，你懂吗？这些东西是你平常积累的，就你面对新的机会、新的环境的时候，你积累的东西够不够去面对这些？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在 Into One 之前，跟一起训练的朋友其实是很吵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年龄也还小的时候吧，20几岁刚出头的时候。然后再后来我跟 Into One 的成员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比我又小很多，然后我会从他们身上看到我20出头的时候的样子。也不是说自己有多老，也不是说自己资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真的有这样的年龄差以后，会冷静的去看大家，跟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个就有一种像照镜子的感觉，会看大家就很神奇。我会选择在这个氛围里面回到过去的某一个瞬间，自己跟大家一起开心，或者是说站在现在这个自己去想，那个时候的我是这样的，那以后的我或现在的我面对同样的情形的时候，我有了更多的选择，情绪上的选择，安静开心，经常会想这样的事情。你自己可以照出自己就是以前年少啊那种开心的很无畏的感觉，就是很随时随地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和喜悦分享的那种感受。就因为受成员们的影响，我也很喜欢主动去分享我的当下喜欢吃的东西，我也会跟我关注我的人去分享我今天在干嘛，因为他们平常很喜欢分享给我，他们这个好吃，这样好看什么，给我看短视频什么的，我得到这样的分享了，我很开心的。所以我想说，对，我觉得我也应该有更多的分享。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啊， Into One 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就学会主动分享更多。对。
你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难道真的会告诉自己就是将来一定都会很好吗？不会啊，因为总是参照着过去的自己嘛。那过去的自己并不是说什么都是顺顺利利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吧？每个人的期待，对未来的期待都是很美好，那当然是抱着美好的心态，但你也要想清楚，咋说嘞？对，你去吃个蚬子，那个毛蛤，我前两天发现一个事情，就跟这个很像的。我买了一堆毛蛤白灼，我们在海南录节目，我打开有一些就坏了，打开有些贼新鲜。那捞毛蛤那个人，那毛蛤都是闭口的，他也没知道哪些是新鲜的，哪些不新鲜的，所以这东西就说不准的。一开始行程太满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把自己绷得特别紧。今年开始给自己就是松弛的时间特别多，让自己故意的去放松。下半年以后，我整个人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因为上半年让自己就是开始健身啊，或者是说在家跑步这样松弛很多以后，下半年以后我会发现，松弛和紧张适中，偏松弛是最好的。如果到了那种比较消极或者 emo 不太开心的时候，你是怎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就是出去吃东西，或者是出去逛逛，然后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带有工作压力的去逛一逛，就会不拍东西了。我下一次博学多才就是我们的兔年经费燃烧大赏。去年很遗憾没有到烟花批发的地方去买，是在城区买的。我今年准备下了飞机我就开车冲到批发烟花的地方去买东西。现在我很害怕以年为单位设目标，为什么之前会说要实际一点？因为我发现就连一个月里面都会很变化无常，所以我不太给自己设太高的期待，说一年内我要怎么样的。我现在期待就是把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某件事情下一次优化一下就可以，像唱歌一样。而且我的歌都很不好唱的，就是每次对我来说都是很挑战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就跟去设目标一样，我只要把上一次没做好的事情下一次做得比上一次更好，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有进步了，就没白努力，那就在那个基础上再往上拔就可以。那放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但是其实有个想法可以安利给你，就有一种东西叫正念嘛。然后正念呢，就跟宇宙下订单。其实你许了一个很高的愿望你说把生活上的大方向，就像拿筷子剥米一样的，把这一条往那个方向就这样顺着过去，是吧？这个有，但是我不想说出来。对，说出来就不灵了。是，你懂我的感受吗？这个是一个大目标，就是正念这个东西啊，就是包括正念、善念、真诚这些东西，在我心里，它是一个太阳那种照着你的，是大方向的，但是小方向上你要。像就是叠积木一样的一层一层来的，对。哎，好紧张啊！这种就是感觉就是以前的很传统的 Q&A， 你知道吗？来，我们来抽取一下粉丝来信。第一条是之前说过会和大家分享工作歌词文件夹，大概准备什么时候会分享？过去的都在上海啊，我现在分享不了，等到毕业后吧。毕业后把它放在一起了。然后给大家按时间线定期，或者是说随时，或者是说按我心情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分享这个工作的歌词文件夹是有点咋说时光锦囊的感觉，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想起当时的一些心境，所以需要一个我很冷静，或者说这东西我已经准备好的时候给大家看。接辣椒以后还会出现吗？大家真的都很想要，应该有机会，对，我尽量去实现这个机会，未来应该有机会给大家吃到。能不能边笑边升 key？ 好像升不了，因为我有看过就是网友剪的我的笑声合集，我发现我笑声都在同一个音域里面，哈哈哈哈，就在那个区域里面，应该升不了。考不考虑录一个 ASMR 轻语助眠哄睡视频，作息混乱人士的福音？好，我来模仿一段那个舅舅的那个跨年的那个口白，因为我现在声音有点哑，所以我觉得说那个声音应该蛮适合的。2023新年伊始，希望你今天晚上做个好梦。 Uncle Wayne。 现在过年回家还会在长辈面前表演吗？当然，现在换了一个才艺，做饭。我上次回家办港澳通行证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炒了菜吃，得到一致好评。你最会做的贵州菜是什么？我最会做的贵州菜，我给他做的是山东菜。我做的是枣庄辣子鸡，因为那是我做过最多次的菜，然后评价是有超越我大舅的潜力，因为我家的主厨是我大舅，再来是我爸我妈。
1、2、3、4、5、6，OK，开关开。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的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学业工作顺顺利利，好运 to you。